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序列式证据累积模型。本研究由普林斯顿、加州戴维斯与 HHMI 完成。它揭示神经元在决策中非持续激活而序列闪烁。研究团队提出选择性序列模型解释累积过程。该模型颠覆传统持久激活假说，具有革命意义。实验基于 VR 迷宫任务，同步记录大量神经元。研究同时监测4个核心脑区，涉及皮层与皮层下。这篇成果为神经回路研究提供重要全新框架，它也为人工智能的状态保持带来生物学启示。传统观点认为，大脑决策依赖神经元的持续活跃，这就像往杯子里倒水，证据累积到阈值就触发决定。这一过程被称为漂移扩散模型，已有数十年历史。但最新的大规模全脑监测数据推翻了这一假设。科学家发现，真实的神经元并非一直处于点亮状态，它们会快速闪烁而非持续发光。这意味着传统模型可能只是理想化的简化。大脑的真实计算方式远比想象中复杂。大脑决策的真实过程是一场精准的接力赛。神经元并非长明不灭，而是瞬间闪烁并传递。此模式叫选择性序列，按时间顺序激活每个神经元，只负责短暂窗口，然后传给下一棒。核心挑战：换人时如何保持总账不丢失。链式传递中信号可能衰减混乱，需精密调控。这一发现颠覆了持续激活动力学的传统教条，它开启了用序列编码理解大脑计算的全新方向。研究团队使用虚拟现实迷宫训练26只小鼠计算两侧塔楼数量差异，并记住总差值。最终，它们会走向塔楼较多的一侧，以获得奖励。实验监测了4个皮层和皮层下区域的神经元，共采集了14247个神经元的真实成像记录。装置精确控制视觉输入，并记录大规模神经活动。任务迫使大脑实时累积证据，而非被动记忆检索。它为揭示序列证据累积机制提供可靠实验平台。研究团队提出2种候选神经回路模型，解释序列接力累积。模型 A 名为竞争链，依赖神经元发射率的相对振幅，它像一场动态拔河，左右证据链的强弱决定决策走向。模型 B 是凸点吸引子，用波峰在2维网络中的位置编码，这好比一个算盘，证据差值映射为高亮光球的空间坐标。2种模型遵循截然不同的计算法则，各有独特优势。竞争链能耗极低，只需2条平行神经元链即可运作。凸点吸引子则精密但昂贵，需要庞大的2维网络支持。竞争链模型用两方神经元发射率的相对振幅来编码证据，支持左转的信号与支持右转的信号彼此抑制，它们的相对强弱直接代表当前累积的塔楼差值。当前位置的神经元处理完信息后立即传递，运算结果被精确投射给下一位置的接班人，这确保了证据在序列闪烁中连续累积不丢失。每一棒神经元都携带当前的总账向前推进。这种机制依赖于极度精确的突触强度微调。竞争链模型依赖3个核心机制，保证接力精确。首先是互抑制，左右神经元互相压制。一方兴奋必然导致另一方被抑制，这形成一种动态拔河的竞争格局。其次是位置门控，只有当前接力的神经元才能激活，如同接力赛中只有持棒者才能奔跑。最后是防爆微调，突触强度必须极度精确，防止信号在传递中衰减或指数级爆炸。竞争链模型的激活曲线呈极致的单调调谐，随着一方证据优势扩大，其神经元活性直线攀升，另一方则同步直线下降，形成 X 型交叉。当劣势方活性降至0点，优势方达到饱和。这种单调变化是模型最显眼的数据签名。底部原文强调，只要监测到 X 型交叉，即证明竞争链在运作。它在真实新皮层脑区已被广泛验证。这一签名让研究者能直接判读大脑的计算架构。凸点吸引子模型用空间位置来记录证据，它不再依赖信号的强弱。高亮光球在网络中的位置代表证据值，纵向坐标表示小鼠奔跑的物理距离，横向坐标表示左右塔楼的数量差值。这好比一个2维的算盘结构，每颗珠子对应一个独特的证据状态。这种编码方式非常精确，但消耗巨大。凸点吸引子模型依赖循环连接网络锁住能量，局部神经元互相激发形成稳定波峰。
边缘神经元则受到抑制，防止扩散。外部视觉证据像拨动算盘的手指，它把高亮波峰向左或向右推移，时间扩散让激活神经元种类增多，因为累积过程是随机游走决定的。这种机制实现了精确但耗能的位置编码。凸点吸因子模型的数据签名是一条窄锐的非单调调谐曲线。这类神经元的活性并不随着证据值的增加而单调上升，它们只在某个极度特定的证据水平下才达到最高活性。这类似于算盘上的一颗珠子，只有拨到确切位置才起作用。坐标图中紫红色曲线在特定位置形成一个极窄的高峰，其他证据水平下的神经元活性几乎降至为零点区域。这种极其狭窄且带有孤峰的曲线是凸点吸因子模型的专属签名，它意味着神经元以极高空间精度编码特定证据值，而非强弱对比。两种模型在编码方式上截然不同。竞争链用发射振幅强弱记录证据差，凸点吸因子则靠波峰在网络中的位置调谐曲线类型也形成鲜明对比。竞争链呈现宽广单调的 X 型曲线，凸点吸因子只有极窄的非单调尖峰。读取结果时，竞争链需比对两链差值，而凸点吸因子直接锁定波峰即可读出。研究团队调取了14247个神经元的真实放电记录，这些数据来自同一个虚拟现实迷宫任务。4个核心脑区被重点监测 ：ACC、RSC、DMS 和 HPC，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调谐曲线特征。现在理论模型要接受真实数据的检验，团队的目标是寻找4块脑区的调谐签名。这一步骤将揭示大脑实际采用的计算代码，这是从理论论证进入实证阶段的关键一步。新皮层阵营由前扣带回和压后皮层组成，这片区域的神经元呈现宽幅单调调谐特性，它们的调谐曲线呈完美的 X 型交叉波，这恰好是竞争链模型的专属签名。新皮层如同宏观战略家，负责比较左右强弱，他们追求高效快速做出二元抉择。研究证实，新皮层主要采用竞争链模型，这种机制能实现证据的低损耗传递。海马体采用凸点吸因子模型及模型 B， 它的调谐曲线极窄且呈尖峰非单调形态。神经元只对特定证据水平才强烈放电，这种编码能精确区分极微小的证据差异。海马体借此构建空间与证据的联合认知地图。不过，该机制极其耗能，需要庞大二维神经元网络。它支持精细操作，但计算资源消耗巨大，这与新皮层的宏观效率形成互补分工。纹状体 DMS 的职能与前两区截然不同，它在证据累积阶段始终保持静默，初期神经影像显示信号杂乱且微弱，一旦证据收集完毕，进入延后期，它瞬间爆发。此时，大量神经元呈现明确的二元选择信号，这表明纹状体不负责累积与记账过程。它的专属任务是将累积证据转化为行动指令。这种分工确保从模糊量变到明确决策的跃迁。研究团队训练了一个 AI 解码器，用于预测累积证据值。4块脑区的神经数据被分别输入解码器 ACC 和海马体的预测准确率远高于其他脑区。这表明新皮层与海马体最能反映当前决策状态，海马体甚至能区分极微小的证据差异。大脑通过不同架构实现了系统冗余与纠错，这一结果验证了2种编码机制的并行存在。不同脑区各自擅长不同的信息处理角色。新皮层采用单调编码，功能犹如一架天平，它擅长快速比较两方价值，做出最终抉择。海马体则使用非单调编码，性能如同雷达，它极其昂贵但极为精密，构建联合认知地图。这种分工意味着大脑针对不同需求配置硬件，宏观抉择追求效率，精细映射追求精度，两者在同一个决策任务中并行运作。这就是大脑多模态计算架构的深刻体现。决策初期，神经元网络表征累积差值，它们记录左边比右边多多少，逐渐变化。完成相变后，信号转变为纯粹的二进制选择。大脑从模糊量变过渡到绝对定性决策。技术解密揭示，竞争链模型是关键基础。它连接到一个选择读取池，受强非线性约束。这个机制完美复刻了真实大脑的跃迁过程，从而实现了从连续证据到离散决定的转换。研究终结了持久肌活动力学的决策垄断地位。
它证明大脑面对复杂任务，采用多模态并行架构。新皮层用竞争链快速比较左右证据并做出抉择，海马体用凸点吸引子构建空间与证据的认知地图。两种不同的编码方式提供了冗余与纠错能力，它给人工智能提供动态状态保持的生物学蓝图，同时展示时序任务中极低损耗的信息传递路径。这些发现为下一代人工智能系统指明了新方向。全景回顾总结决策回路的3项核心发现：第一，现象颠覆，大脑决策非蓄水池式持续激发，而是通过神经元序列闪烁接力完成证据累积。第二，双轨机制，研究验证并确认2类算力解法，竞争链用相对振幅编码凸点吸引子用2维位置。第三，脑区多态，新皮层追求宏观效率快速抉择，海马体追求极限精细以构建联合认知地图。这些发现共同重构了决策神经回路的底层理解。这项研究为神经回路模型开创了突破性方向。成果已发表在《自然通讯》2024年刊上。它彻底推翻了持久活动作为决策唯一解的观点。大脑采用序列式接力与双轨并行底层架构，竞争链与海马体吸引子协同进行精细推理。目前证据来自小鼠虚拟现实迷宫运算任务，未来需要在更大人群和更复杂场景验证。这一发现为 AI 动态状态保持提供生物学蓝图。下一步可关注序列式推理的神经网络模型。